那么好的，我们继续我们的微烂之间的互相访问的这么一个例子。这个呢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我们也在之前的这个讲 IP 路由基础的时候说到，对于微烂我们隔离了2层的广播域，同时呢，它也严格的限定了微烂和微烂之间其实是不能互访的不能有任何的流量互访的。那么，当真的有了微烂和微烂之间的相互通信的需求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说必须要借助于3层。那么，对于我们在之前的内容里面来说，交换机是一个2层设备它主要处理第2层的帧。那么对于路由器来说呢，是一个3层设备，它处理呢第3层的内容。那么对于这个路由器来说它就负责了它们2个之间的访问就负责了这2个微烂之间的访问。那么对于微烂之间的通信，可以是这样，这个 PC 对吧，通过交换机访问到自己的网关，而这个网关就是它的路由器。路由器呢，发现你要去网的是微烂100，然后呢，根据自己的路由表发放到，把这个数据报文呢转发到另一个端口上去，从这边再下去，然后再下来那么事实上这张图我们可以看成是什么呢？这张图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这儿有一个 PC， 然后呢，你接了一个小型的交换机或者说不可管理的交换机，在这儿呢接了个路由器。然后这个路由器有一个接口接了另外一个交换机，然后又接了个 PC， 这2个交换机之间没有任何的连线。那么也就是说，你的数据通路是不是必须是这么过来再这么回去那么事实上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交换机，只不过划分了2个微烂，这个是微烂100，这个是微烂200。那么对于这样的通信来说路由器在微烂之间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作用提供了中转的作用。这个是微烂间通信最容易理解的，或者说我们最容易用这种办法来解决微烂之间的通信问题。好，那么除了这个里边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我们一个一个来说。解决这个微烂之间的通信首先第一个就是每个微烂一个物理连接，找路由器去，用路由器去解决。每个微烂对应路由器这儿有一个物理端口，看 ETH0 对应微烂300， ETH1 对应微烂200， ETH2 对应微烂100路由器有3个端口，分别对应交换机上的3个微烂。那么在这儿我们来看交换机这3个端口怎么配置。交换机的这3个端口配置成，首先第一个问题，什么模式？我们在讲到交换机的端口的时候，说交换机的端口有3种模式，分别是 Access、Trunk 和 Hybrid。那么对于这种的东西来说，怎么做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明白的是，这个和这个3个接 PC 的端口都应该配置成为 Access， 叫做接入或者叫做访问端口。然后如果你有其他的交换机，我们说通常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需要完成的是 Trunk 链路，是 Trunk 端口。但是现在这个交换机这3个接口既没接普通的 PC， 也没有接到交换机上，而是接到了路由器上。那这3个端口到底是 Access 呢还是 Trunk 呢A 代表 Access， T 代表 Trunk。 结论是 Access。其实在我们的网络里面，更多的时候路由器的这个端口，特别是路由器的物理端口，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 PC 端口。原则上来讲，它路由器的端口在默认情况下不能接收和发送带有微烂标记的数据帧，就是不能接收和发送那个 tag 帧。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东西来说，是不是就跟 PC 的端口是一样的啦？我们这种端口应该把它划分进不同的微烂，是 Access 端口是 Access 端口。好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端口的配置。注意像这种交换机和路由器这种接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地方要配置成为 Access。这样的连接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或者说很要命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路由器现在是每一个微烂对应路由器的一个接口，
那么如果你的内网或者说你的交换机下面微烂过多，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你比如说我有10个微烂，那么如果说你有10个微烂的话，路由器这边就要有10条线和你相连，你的交换机的端口够用吗？这是第一个问题，你的交换机的端口够用吗？10个可能咱们还够，是吧？你说我要有25个微烂呢，交换机就24口的呀，那这就不够用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东西的成本会很高，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路由器在采购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路由器你花1万，就是我们的这种商业路由器啊，我们不讨论其他的，通常情况下，一个标准的路由器或者商用的路由器，那么在你花了很多的钱买回来以后，只提供给你2个端口，就是一进一出，只提供给你2个端口。有的呢，你像我们华为的这个 AR2220 系列啊，会提供3个以太网端口。你说不对啊，老师，我们买那个家用的那个，你看回来就是要么是5个，要么是8个，对吧？那个不对的，那个其实也是提供给了你2个端口，你的无线加上你那一大堆烂口，都叫做一个端口，都叫做一个路由器端口，而你的万口是另外一个路由器端口，所以说那个东西也是提供了2个。然后市面上有卖那种叫做多万口家用路由器的，那个价格就会比普通的路由器贵很多了，那个是可以有多个你买4个万口，那就真的是4个，但是它能力有限。所以说对于路由器来说它的端口是很贵的，一个路由器上可扩展的端口数量也不是特别的多，特别是那个路由接口它扩展的数量也不是特别多，那怎么办？这个环境只限于什么呢？只限于第一这个土豪用户是吧？我们不在乎这个路由器的端口的大小多少，而且呢，我们也不在乎这个交换机的端口，不行我们就多买是吧？这种土豪用户是当然可以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临时解决方案，就是说我这儿微烂本来就比较少，可能就2个或者3个，那我的路由器呢随便来给它接一下是吧？我们也不需要做什么太多的配置就完成了。这个是个临时解决方案可以用，但是如果你长时间这么解决，不建议。长时间你说我就要靠这种方式来解决，说实话不建议这么做，不建议这么做。好，这是第一个但是这是一种方式解决微烂之间通信的一种方式，这是第一种方式。好，我们来看第二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叫做微烂的 trunking，叫做微烂 trunk。好，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看这个名字有点陌生，那么我们另外一个情况叫单臂路由。我们一般呢管这个东西叫做单臂路由，是不是让人想到了大刀王五？这个其实这个确实是这个胳膊的意思但是这个东西的英文原文不叫做VLAN trunk， 这个东西的英文的原文原来叫做 root on stick， 就是一条线上的一个路由器。然后呢，这个翻译成中文这个翻译是非常好，叫单臂路由了。好了，我们下面来接着看这个东西。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问题呢，都是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交换机上的端口不够用，第二个呢，路由器上端口太贵了。那么后来我们就想，能不能只用路由器的一个端口来连接这个交换机，然后让这个交换机的这个端口和路由器这一个端口通信他们俩就一条线，事实上他们俩就一条线。那么在这一条线上面完成所有微烂的流量。你 trunk 不是看，如果我这儿也有一个交换机，他们2个连接，这是 trunk 吧？你 trunk 不是把所有的微烂的流量都能带得过去吗？那么我能不能拿路由器去连交换机的一个 trunk 端口，把所有的流量都发过来，然后再给你发回去，然后你再去自己处理？那么这个方式这种方式我们就叫做微烂 trunking， 或者叫做单臂路由。那么这种方式是什么呢？2层交换机就这个我们这个普通交换机和路由器之间相连的接口配置微烂的 trunk， 其实就是说在这个接口上配置一个 trunk， 这个接口配置成一个标准的 trunk 接口，然后让这样子的话，你配了 trunk， 是不是就多个微烂就可以同这个同一条线路出来了打着微烂标记。好了，下面要解决的问题是路由器。我们刚才说路由器默认情况下，我们认为它的端口是不能够接收和发送微烂标记的数据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端口
如何去接收 trunk 给你的数据帧呢？而 trunk 上面一定是有 VLAN 的标记的。怎么给呢？在这儿我们要想到的是，看 Ethernet 0点几0点几0点几，注意啊，路由器的默认接口是不可以的，但是路由器有办法去支持它。什么办法呢？我们叫做子接口。我们叫做子接口，就是将一个物理端口逻辑上划分成为多个子接口，或者叫做子端口。一个物理口逻辑上划分成多个子接口，然后规定每一个接口对应每一个子接口对应一个 VLAN。这样子的话，你这个上面划分3个子接口，每一个子接口分别对应一个 VLAN。对于路由器来说，依然是3个子接口对应了3个 VLAN。如果说你这后面有10个呢，那我就画10个子接口呗。每一个子接口都对应一个 VLAN， 而对于交换机这边来说，你这边10个 VLAN， 我 trunk 是能过得去的。你路由器上面这么多子接口，每一个子接口对应一个 VLAN 也是可以的。这个方式也是一种临时解决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就是从经济性角度上来考虑，就会比上一个方案好得多了。但是这个方案它有自己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注意看，你的这个画斜线的这个画阴影线的这个地方是一条链路那么也就是说，如果 VLAN 300要和 VLAN 100之间的数据进行互访的话，它的流量是这样的。所有的流量都要经过这一条线路所有的流量都要经过这一条线路。那么只要这条线路一出故障，所有的 VLAN 间的互访全都完蛋。这是第一个这个故障率单点故障非常高，而且注意，这是 trunk， 这是子接口，在这个里边是没有办法去运行我们之前说到的生成数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完成这个操作的它不像这边是个交换机是吧？我们可以备份一条线来做个生成数什么的，它是不行的，它没办法这么做。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缺陷。第二个缺陷是什么呢？如果在300和100之间发数据，然后200也要和100之间发数据，你再这么绕一下，你就会发现在中间这个部分在这个部分出现了多个 VLAN 的流量，而这条线路的带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所有的 VLAN 之间的互访要共享这一条线路的带宽。那么这个地方它带宽的有效性或者说带宽的限制限定了什么呢？限定了互访之间的速度和效率。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也是一个临时解决方案，但是这个临时方案就要比上一个解决方案是吧要省钱的多了。凡是这个到目前为止我见到的所有的商用级别的路由器，那么凡是这种商用级别的路由器都会有这个子接口的功能，都可以用子接口来对应 VLAN 去做这件事情我做过，我在大概是03年左右做项目的时候做过这种东西，就是当时的其他设备太贵了，那么他临时需要一个访问，它的数据量也不大，那么我说那我临时给你做一下吧，然后我就临时给他做了这么一个通道，结果一下就用了好多年等到设备坏了他们才换新的东西所以说在这个里边这个是个临时方案可以用。第3种方案，其实刚才我们说了2种方案呢，都各有各的缺点，也各有各的这个优点吧，算是。第3种方案是什么呢？第3种方案呢，基本上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也是最流行的一种方案，叫做交换和路由的集成。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3层交换，我们叫做 L3 的交换，或者叫做3层交换。其实就是3层交换。那么对于什么叫做3层交换呢？好，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有一个例子。首先，我们刚才谈到的，无论是1条线也好，还是3条线、多条线也好，是不是路由器都接在了交换机上？然后交换机负责把数据交换过去，路由器负责路由，路由完了以后再还给交换机，给别的 VLAN，对吧？这个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在想，能不能
把路由器的功能和交换机的功能咱们做在一台设备里呢？哪怕这个设备个头大点，对吧？比如说啊，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发现呢这两个东西都是必须的。那好了，那我们能不能把它做在一起，对吧？其实计算机上业的这个发展啊，或者设备的发展基本上都是这样。比如说我原来需要存储，那么最早的计算机它其实是没有存储的，没有硬盘的，对吧？然后它有软盘啊什么的都放在外边。后来说，哎，能不能把它做在一起呢？哎，然后就想，最后把存储内置了，对吧？现在呢，我们觉得，哎，那个东西又不好了，那个东西太大了，是吧？现在我们都把它变成像 U 盘一样的 Flash 芯片，然后把它放进去了。啊，这些东西呢，都是说我们可以做到一起吗？然后，最终的结论是可以的。把路由器和交换机啊做到一起，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层交换机，就是这个东西。它呢集成了一部分路由器的功能，注意不是完整的路由器的功能，是一部分路由器的功能，然后集成了所有的交换机的功能。所以说它叫做三层交换机，而不叫做二层路由器。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叫交换机，它是由交换机演变而来的。交换机上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功能，三层交换机都能完成。然后它增加了部分路由的功能，所以说它叫做三层功能的、带有三层路由转发功能的交换机啊，所以简称三层交换。那么对于这个东西来说，就已经很好了，因为首先第一个路由器啊，我们说三层交换，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路由器的功能和一个交换机的功能融合在一起了。那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那些问题就都避免了。首先，比如说啊这个价格啊，或者说端口的问题，路由器和交换机放在一起了，肯定是在电路板上、集成电路上来完成的连接，那么你不考虑端口的事情。然后考虑到中间说这个线当掉啊，或者说这个带宽的问题，那么我可以让路由器和交换机在这个带板上啊，对，在这个电路板上、集成电路板上用大带宽啊，然后用这个集成电路就已经很可靠了，对吧？用大带宽，用多线路，然后把它连上，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可靠性也解决了。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一般都会用三层交换机来完成这个微烂间的互访的工作。但是对于三层交换机来说呢，有一个不太大的缺点，并不是说没有缺点啊。三层交换机有一个不太大的缺点是它的价格会比二层交换机贵一些。但是呢，一般的情况下，三层交换机的价格不会高于一个路由器加一个交换机的价格。啊，比如说一个路由器1万块，一个交换机5000块。那么可能三层交换机会卖到1万到12000块这个价格，就是它肯定会比普通的交换机要贵，但是它比它们两个的合值啊，比它们两个的合值还是要便宜一些的啊。这个可能是如果你大批量的采购三层交换机，那么可能对于你的网络来说，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如果小批量的，比如说个别设备采购，那么它还是很划算的，而且。三层交换机啊，在微烂之间的转发，避免了什么呢？避免了这种线路上的这个性能的问题啊，受于线路的这个影响是吧？性能不太好。好了，那么这个就是三层交换机的功能模型。首先，三层交换机啊，我们说这个其实是一个交换机啊，其实这是一个交换机，三层交换机。那么上面这个画的路由器呢，其实就是虚拟的那个。啊，路由特性的那个部分啊，其实就是虚拟的路由特性的那个部分。然后呢，在下边这几个微烂就是二层的功能了啊，划分微烂啊，隔离通信啊，这都是二层的功能了。然后注意看这个地方啊，我们说微烂100里边有一个 PC， 微烂200里面有2个 PC， 微烂300里面有一个 PC。然后这个路由器已经是你自己的一个组件了，所以说呢，你不用去单独配置它了。那么大家的网关指向哪儿呢？注意，事实上你的网关是指向了路由器的这个接口，啊，你指向了这个接口。当然，这个接口在交换机来说就是一个虚拟接口了，因为它是内部所创建的一个跟微烂100所对应的接口。这个接口叫什么呢？这个接口在我们的华为的这个里边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微烂 interface 啊 ，interface 简写为 IF， 就是微烂 if。啊，这个叫做微烂 interface，
给 VLAN， 我们在以后的里边说 VLAN interface 是一个3层接口，因为它是在路由器上的。而我们要说 VLAN， 不叫 VLAN interface 啊，我们如果单说 VLAN， 它是一个2层功能，因为它是划分、隔离广播域用的。好了，我们休息一下。